为啥突然不更新了？2年都去干啥了？其实不辞而别是有原因的。我记得最后一个视频是手机找回后，那时候回到南昌之后，得知军检结果不合格，是扁桃体3度肥大。可我在去年眼睛手术的时候，他说我是预征兵。但今年反而又查出这样的问题，我觉得这些困难都能克服，因为我大学4年军检，肾结石、脂肪肝、近视。我都克服了，扁桃体肥大我也选择去切除，恢复不是很成功，这个喉咙里面的动脉开始出血，这里有出院单，当时出血非常严重，我记得当时在家突然满口的喷鲜血，然后打了120，到急诊的时候我已经很虚弱了，当时直接就给我下了病危通知书，是失血性休克，可能再晚10几分钟我可能就要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。我住进了 ICU， 还好朋友在我旁边，前置也是朋友，当时我都没有敢告诉我的父母，所以整个8月份我都在医院里度过的。在我再次住院的那段期间，我的动脉出血其实一直止不住，一直在半夜开始吐血。在我隔壁床的阿姨其实都很担心我死掉，晚上都会偷偷跟我朋友说，你得好好看着她。到后边我转院了，那儿的医生经验非常丰富，手术室虽然我排不上，他直接用了最原始的方法，用一个烧红的镊子直接伸进我的喉咙，夹闭我的血管，夹了5、6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每次夹的时候一扯开，动脉又破了，又开始喷血，我能闻到那个烤肉的味道，疼得我直流眼泪，但没办法，才是救我的方式。没想到我的血真的止住了，不然的话我真的需要去输血才行。出院后，我参加了我家乡的军检，合格了。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来之不易，我特别的开心，我愿为之舍弃一切。所以我换掉了我的手机号，这也导致我之前的社交账号和微信号都登不上，我断绝了一切的联系，我也删除了我的所有视频，重新开始。而且因为我住院1个月，我的体能下降非常严重，我上4层楼我都开始喘。但我在疫前集训的时候，真的咬牙坚持下来了。然后我踏上了我的军旅生涯。这2年真的发生了很多事，我好想跟大家分享。总的来说，部队其实像一所大学，它教会了你很多。那些之前为难你的人，后边你会发现都是你的老师。学兵连3个月，然后下连后，跑不完的3公里，拉不完的单杠。出不完的公差，还有繁忙的业务，上大课、值班、搞卫生、看新闻、睡觉。我比较喜欢值班，因为可以思考过去，畅想未来。我那儿是坐岗，还能写日记、看看闲书。虽然经常熬夜，但是没有关系。第2年也来了小新兵，不过我没有欺负他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我把在单位的生存法则和制度都交给他们了。我看着他们就像是以前的自己，我觉得我只是一个战士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再吃我的苦而已。有人问我是否留队，我喜欢部队，但我觉得2年就足够了。前2年最苦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掌握里面的生存法则之后，人可能会去偷懒，依赖部队。而我想要的其实是特战的那种激情的体验，但我是海军后勤，是别人眼中的神仙单位，正课时间手机在身上，训练靠自觉，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最重要的是我的性格，我渴望的是自由的去追寻人生的经历。很多人问我2年的变化，用1个词来形容就是重生。其实我觉得我好像还是那个我，但我又好像不是了。我的心态变得更加坚韧，精气神、体能也都有很大的变化。当兵从来不是一腔热血的冲动，而是在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，就像一场清澈的梦。我们这群少年站在队列里，学着先辈们的勇敢，守护着我们的祖国。这几年的军旅生活教会我最多的就是感恩，感恩祖国，感恩父母，感恩这段经历，也让我知道了赚钱的不易。1天50块钱，不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，自己吃过的苦就像咽下的沙子，无人在意，但磨了磨嘴，又开开心心的向前走。我学会了接受自己的平凡与普通。最后有人问我未来的打算，我现在不太想说，因为我想等我实现之后再告诉大家。我对我的未来充满期待。这是一首很伤感的歌，我之前每次听都很难过，可当我把这一切都说出来的时候，我释然了，就像一场梦。曾经那个我最向往但又最想逃离的地方，
现在成为了我心中最难忘的地方。有些回忆就像昨天刚发生过一样，历历在目。不过我真的很庆幸，我的青春有那么一抹军绿色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后期我会总结成问题合集告诉大家。我是包包，下期再见。我交代好了。你切完你给我录的。那边是，Hello， 可以。怎么没对焦？它不是全时对，它是自动回旋。我的还在晃，弄成开的。好，我们的战地记者已经带好了他的装具，你可以解除。头盔已经戴好，现在他拿起他的950-14步枪。可以，战地记者准备就绪。可以。好黑呀！这是逆光。这样。